嗨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做的是韩系发型的剪发教学。那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的同学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影片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模特，她头发非常的乱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会帮她做一个修剪的改造，让她看起来是比较清爽一点的。你会发现她现在整个头型啊是很臃肿的，因为它内层是自然卷，所以这边非常的厚重。今天设计的话，会把两侧跟后脑勺这一块先去掉多余的长度，那把它顶部的线条调整出来。然后他说他想要走韩系的风格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做一个韩系的改造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做分区。我们分区的话，分上下两个区域做处理。顶部区我们先抓到它头最宽的位置，在两侧这里抓到之后，分一个上部区。那下部包含后面就是一个区域就可以了。抓到它头角的位置，那直接画分线。上来之后夹起来，那上面的区域就完成了。我们再换另外一边，然后这边的位置啊，我们一样用手稍微摸一下它头角的地方，然后摸到之后呢，直接画一条分线。那把它顶部区这一块都先夹起来。好，两侧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做去除最多的位置啦。那我们先把头发先喷上一点水哦，这样你会比较好剪。好，那遇到头发这么多这么乱的啊，我们一开始不要先用电剪，先用剪刀把多余的长度去除，再用电推，这样的话它才不会一直卡到头发。然后我们稍微梳上来，梳到头的一半就好了哦。这样梳上来到头的一半的位置，把多余的长度先大量的去除，这样你等一下在推的时候啊，才不会一直卡到头发。这样的话可以保留到它下摆的轮廓，但是又可以去掉中间的层次，所以这技巧其实是非常好用的。你只要拉到头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后脑勺这一个部分剪完之后，我们转到侧面来做耳朵两侧的修剪。我们做一个斜线往上的分线，那一样把长度先做去除。第一个步骤啊，都是先把多余的长度去掉，那我们再来修发型的效果会比较好哦。然后这边做一个斜线往下，那样做去角。好，这样长度去出来之后，你会发现啊，它轮廓层次就比较完整了，不会像另外一边这里看起来这么厚重的感觉，所以层次其实就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再做一个斜线往下的动作，把多余的长度先去掉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做一个斜线分区完成。好，这样两边都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来修细节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电剪了。好，用电剪的话，我们先取出我们要留的位置的长度，因为它下面这里啊，自然卷比较明显，那我们不要保留那么多，我们把它稍微去除。这边不用公分套哦，我们直接把它下边做去除的动作。那我今天因为它长度我没有要推到很短，所以我就没有使用公分套了。我主要就是把多余的长度剃掉。然后用电剪剃起来的利落度会比较干净。那耳朵侧面这里啊，我们就随着它轮廓修，然后耳朵这里往下压，直接修过来。修完之后到后脑勺部分直接切掉，把多余的长度直接切除。好，侧面都完成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提拉90度角。把一些多余的角度去掉，做细节处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先把比较大部分的发量先去除的关系。你如果没有先去除多余的长度啊，你没办法做到这种细节的处理。后脑勺这边的完成度已经完成差不多了，那接下来就换这一边。那它的提拉角度啊，基本上都是维持在90度角，拉起来，多余的长度做去除。然后把下面这里比较多余的鬓角修一下，让它利落感好一点。其实如果你不想要剪到太短的话，你就可以像我这样用梳子，然后去带出这种角度，然后前面区稍微往前梳一点点，把这一块轮廓修出来。侧面这边这样的技巧就完成的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好，那我们两侧的长度都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要完成后脑勺的部分。那后脑勺啊，它是有一点自然卷，会容易翘的，所以啊，我们在修剪的时候就分一半，上下两区。
那我们在修剪的时候呢，用低层次的角度往下提拉，然后在这里做一个点剪的修饰，然后连接到两侧的位置。好，这一块都完成之后啊，我们接下来再把上面这区放下来，这样你会发现，然后放下来就不会那么容易翘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用直立分线提拉出来，把多余的长度做连接，左右这边都是哦。中间连接完之后，我们再连接左右两边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把上区放下来剪上部区。韩系发型啊，我会先修的是刘海，先把刘海长度确定出来。确定完了之后呢，再来修整个的轮廓。前面的长度我会尽量让它抓到刚好在眼睛前面的位置，然后做点剪。先把长度确定，确定完之后呢，以这个长度去做一个两侧的连接圆弧的效果。这样它不管是抓中分啊，或是往前，都是很适合的。好，两边梳下来，由刘海为导线哦，这个就不用连接到两侧，没关系，两侧其实可以让它盖着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修水平连接的效果。到两侧这边啊，最简单的方式，你可以剪刀进去，头发提拉出来，把多余的长度直接平剪修掉。然后侧面这里就会很好的盖在它侧边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侧面就会这样盖着。那另外一边，我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，中间的长度这样梳下来，你会发现这边比较长，那我们只要梳下来，那把这些长度做连接的修剪，然后到侧面直接多余的长度做水平连接。然后连接完两侧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第一层的长度啊，都连接完成了，就是从这里到侧边，两侧连接完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要准备剪上面咯。好，前面的底层连接完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啊，取的就是整个顶部区的长度跟层次，直接拉出来，往上75度角，把多余的长度直接做去除。然后去完之后，我们就顺着头型做放射提拉的效果，就很像在切西瓜这样，然后往上修剪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顺着层次往上提拉，多余的长度修掉。那这样这造型就已经差不多了，剪完。那再帮它做一点调亮的技巧就可以了。好，长度完成之后呢，你会看到它整个长度会比较均等一些。那我们接下来做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调亮。调亮的话，我们在头顶的位置分3片的头发，然后以平行分线分起来之后呢，拉起来，我们在内层这里做一个滑剪的动作，把多余的空间先滑掉。这样的话可以制造内短外长的轮廓，这样啊，它拨起来的束感就会非常的好哦。所以来，接下来换第二层，梳上来，多余的长度由内往外这样带出来。那如果不懂滑剪的技巧啊，在频道里面很多有滑剪的教学，那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。然后像这样往内滑起来，把多余的长度挑掉。好，这样整个剪法就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把头发吹干造型给大家看。好，那因为它头发有点自然卷，那我先用Dyson的造型夹帮它夹直一点。那如果要使用这种造型夹，记得头发一定要是干的情况才可以夹，因为如果你头发有点湿度啊，它是热工具嘛，夹下去会有水蒸气，很容易烫到额头。然后我们夹的技巧，发根的位置啊，稍微往上拉一点点，然后放下来。这样它就会有一种，这边是蓬的，然后这边是顺的。那大家会觉得这个头发乱，是因为它的发根是塌的，发尾是蓬的，所以你才会觉得乱。所以啊，自然卷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发根你把它调蓬、调直，发尾调顺，这样立体度就会非常的好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修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蓬度只要稍微吹起来，刘海摆放下来的效果，
它的修饰度其实是会变比较高的，可以让脸型的感觉是整个从放大的效果变缩小，因为我们把顶部这两区收起来了，所以它两侧啊，只要顺着修完，外轮廓盖下来，这样的修饰度是非常高的哦。这种造型其实很适合各个年龄层的男生。如果你懒得抓头发，你也可以选择这样的发型，只要吹一吹，拨一下就可以了。那后脑勺的位置就是像这个蓬度的立体感，然后因为它发旋是比较后面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后脑勺的蓬度做的比较立体一点点。好，那这就是今天的造型。好，那做今天的重点讲解。今天我们分2个区域，只要做上下2个区域就可以了。那上部区我们找到头的头角位置去做分区，分区完之后呢，两侧的长度先做修饰。那修饰的角度为90度，保留一点长度的厚度，不要推到太短。那我今天因为它头发非常的长，所以我们先用剪刀把多余的长度先去除，去除完之后再用电剪稍微修饰跟轮廓修剪。两侧完成之后，我们再来剪上面。上面怎么剪呢？我们找到第一个引导线，就是刘海的位置。刘海位置引导线完成之后，做两侧的连接，然后再做75度角的修饰，再做最后一个步骤的调亮，那这个造型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。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一会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给你分享。最后这边附上我 IGFB， 这边有 LINE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边私讯或跟我预约。那我们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